得知亲生父母接我回家，只是为了拿我一颗肾换给肾衰竭的弟弟后，我果断拒绝了他们的认亲。谁想他们直接联系了专门做调解的节目组，一上台，主持人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评我，围绕着孝字不停的煽动情绪。楚凡，你是不是对你亲生父母从小抛弃你的是怀恨在心？做人要心怀大度，如果你只在意自己的喜怒，那你就不是一个优秀的人，没有资格拥有高考状元的头衔。做子女的要体谅父母的不易，你将来也会有孩子，而你现在的行为会让你的孩子觉得你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。主持人穿着价值不菲的西装，一只手插在口袋里，一只手不断比划着，还时不时指着我的鼻子。他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指责我的冷漠和自私，犀利的言辞如同一道道利刃刺向我。这时候如果我再不相认，迎接我的就是网友们无尽的指责，甚至可能连那些早就看好我这个高考状元，想要等我毕业就签约的企业都会对我没有好感。然而我却是一脸冷然。你说完了吗？主持人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说了那么多，我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他正要开口继续谴责我，就见我冷厉地看了他一眼。主持人，这个节目是调解节目对吧？主持人愣了一下，然后本能回答是的。我嗤笑了一声，既然是调解类的节目，调解员应该站在双方的角度上考虑，力求做到让双方都能满意。然而你只是一味地站在那对夫妇的角度说话，不停地逼迫我接受他们的过失，原谅他们的抛弃。如果我不接受，那就是我的人品有问题。请问你是法官还是道德评委？一句话就能评判他人的人品，非要我认下这对连1粒米一口水都没有喂给我的陌生夫妇，一句问我感受的话都没有说过，这就是你身为节目主持人的人品吗？这就是你身为调解员的专业素养吗？你这样单方面的逼迫其中一方妥协，就不应该叫做调解员，应该叫街头恶霸。谁给你钱谁就是金主，谁给你钱你就帮谁当嘴炮枪手，你完全凭借个人的喜好和价值观进行调解，谁给你出场费高你就帮谁说话。你这样当调解员，对得起电视节目前的观众们吗？最后再问一句，你有受过专业培训吗？你有相关的心理咨询师证书吗？我怀疑你是个3无主持人，无证无德无能。主持人被我气得想要发飙，你，我厉声打断了他，闭嘴，先把证书拿出来再继续说话，不然你就没资格站在这个舞台上。这个主持人哪来的什么证书？当初全靠一张嘴皮子厉害才当上的网红，之后又另辟蹊径，靠着故意抨击名人大咖，做专业打假才当上的主持人。我又把目光落在亲生父母身上，目光冷漠的让楚氏夫妻心头有一瞬间的发颤。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待主持人？他这么说也是为你好。这位太太，你说你对抛弃我的事情心怀愧疚，想要让我回去好好补偿，那么你是打算怎么补偿我？继承家产吗？据我所知，楚家还有一个儿子，他才是正宗的继承人。如果我回去了，那么我就是哥哥，继承人之位应该落在我头上吧？所以你今天这样苦苦哀求，是为了让我回家继承家产吗？生母一听这话，本能的脱口而出：怎么可能？楚家是楚城的，哪有你？话到一半，他意识到场合不对，于是立刻改了口，一脸痛心疾首的表情。楚凡，没想到你这些年不在我们身边，竟然养成了如此贪婪的性子，一来就想要楚家的财产。罢了，这也是我们的错，没能从小就好好教育你。以后你回了楚家，我们会给你提供更好的教育，重塑你的三观。我对生母煽情的话语不为所动。等他说完了才道，所以你们只是为了填补内心的遗憾和愧疚，才不管我是什么意愿，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补偿，就是耍嘴皮子而已。生母呆了一下，脸上瞬间露出了更加受伤的表情，仿佛受到了1万点暴击。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们？我们认回你，就是想要弥补之前对你的亏欠，是真心实意的呀。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。我表情冷漠，心中冷笑连连，真心实意惦记我的腰子才对。不过我装作呆了一下，似乎被生母的煽情所打动，表情中带着几分期待。真的吗？你们想要认回我，是真心想要补偿我，打算让我做楚氏集团的大少爷，成为第一继承人吗？原来如此，是我误会你们了。生父板着一张严肃的脸，语重心长地开了口：楚凡，我们楚家的产业是传给优秀子女的，程程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，耳濡目染，自然是最适合的继承人。而你，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补偿你，让你做楚家的富家少爷，让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我心中默默吐槽，哼，所谓的补偿，就是先挖掉我一颗肾，然后把我关起来当成畜生养着。瞧瞧，你不用工作就有吃有喝有住，我们对你可好了呀。生母一脸的苦口婆心，这样对你来说是最好的，你没有经验管理不了公司，反而会给自己徒增压力。我一脸的冷漠，可是刚刚主持人不是说我是名牌大学生，成绩优异，前途光明吗？说我这一身的本事全靠遗传亲生父母的优良基因，我都遗传了你们的优良基因，怎么可能会管理不好公司？我听说楚城读的是3本工商学校，以弟弟的成绩要管理一个公司肯定压力山大，我如果回了楚家，肯定要担起长兄的责任，挑起重担的。亲生父母异口同声道：你一个农村夫妇养大的孩子，哪有什么资格继承公司？能回楚家当富家少爷就该谢天谢地了。一个农民养大的孩子，竟然有这么大的野心，想要霸占他们家的财产。生母忍不住了，瞪了一眼站在一旁的主持人，主持人立刻上前，语气严厉地指着我的鼻子训斥：这是你的亲生父母，有血脉相连难以割舍的亲情在，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。你接受过良好的义务教育，甚至高等教育，到头来就只惦记着父母的财产吗？千千万万大学生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你如此行径，今天走出这个舞台，明天就会被长辈们所鄙夷，被同学们所不齿，你一辈子都会抬不起头来。主持人说的胸口起伏不断，脸都泛红了，那逼人的气势，如果是一般人早就被吓住了，但是我愣是毫无所动，表情淡淡的。我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，那是养父母给的，是国家福利给的，我时刻惦记着回报养父母，回报国家。你说千千万万的大学生，他们联名请你替他们说话了吗？又或者你是哪所名牌大学的校长，有资格代表千万大学生们说话？楚凡，我们是真心想要认回你的，爸爸妈妈知道对不起你，知道你心里有怨气，但是当妈的请求你，求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补偿你好不好？求你了。生母见主持人不顶用了，直接使用苦情绝技，扑上来抱住我狠狠哭了起来。这次她不像之前那样含蓄，只是默默抹眼泪了，而是如黄河决堤一般泪流满面。与此同时，周围响起了无比煽情的背景音乐，光听这音乐就能让一个心情平静的人忍不住掉泪，更别说有生母这样一个充满煽情和愧疚的演员在带动情绪了。果然，现场好多嘉宾观众也都忍不住跟着抹起了眼泪。
试着原谅一下吧，他们都这么低声下气的求你了，40几岁的人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放下姿态，不容易啊。那个年代连自己都养不活，更别说养活一个男娃了，也是逼不得已。如今也意识到错误，想要弥补，给个机会又没损失什么。几乎所有人的心都偏向了亲生父母，但我却像是对环境绝缘一般，内心不为所动。同时联系系统阿莫，阿莫，帮我把背景音乐换了。我吩咐完，看着死死抱着自己，仿佛不原谅他就不肯撒手的生母，还安抚似的拍了拍他，只是那拍在后背的力道，像是锤子在锤一样。我的声音也带着几分悲伤，我倒是不知道，原来你们一直都这样愧疚难过。既然如此，生母一听这话，以为我是被环境所感染，哭得更凶了。都是我的错，给我一个机会弥补这些年来的过错，我一定会好好疼爱你。就在众人以为我准备原谅父母，来一个皆大欢喜大团圆的时候，煽情的背景音乐猛然消失，生母蛮横的声音传了出来，无论如何一定要让楚凡肯认回我们，让他答应跟我们回楚家。程程的病等不得了。紧接着主持人的声音也回荡在整个录播间，没问题，我保证让楚凡在节目现场就认回你们。做这种事情我很专业的，那到手方面可能要重新谈一谈了，毕竟是已经成年的男孩子，思想已经成熟，要劝说得费更大的力气，而且情况紧急，必须一次就成功，毕竟令公子还等着肾移植呢。接着又是生母的声音，先付一半酬金，剩下的一半等事情成功之后再打到你另外一个账号上。节目录制现场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对话还在继续，只是后面说了什么大家都听不进去了，脑海中只回荡着病重、肾移植等字眼。主持人呆了2秒后反应过来，疯狂地朝着后台方向大喊：音乐，音乐，把音乐关了！后台音乐负责人冲出来，一脸惊讶，咋了？关不掉啊？那就把插头拔了。主持人像中了邪一般冲到台下，疯狂地把所有插电的线全部拔掉，一整团电线缠绕在一起，连接着各种灯光和录像机全被扯掉砸在地上，东倒西歪发出滋滋的声响，整个录制现场一片狼藉，好几台摄影机和灯光架子砸在一起，玻璃、塑料碎了一地，现场又陷入了寂静。主持人大汗淋漓，周围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，仿佛要把他穿成马蜂窝。原来你们是想要我的肾，根本不是真心想要补偿我的。我一副受伤的模样，单手捂着脸，实在无法面对这一切，转身朝台下跑去。跑到主持人身边的时候，我用力推了他一下，让开，别挡着我。我这一推，直接把主持人推飞了出去，他一屁股坐在混杂交错的电线上面，接着就是滋滋滋的声音，瞬间他整个人颤抖了起来。录播间回荡着癫狂又诡异的啊声，同时还有头发烧焦的味道。离开节目组后，我按照记忆回到出租屋，刚高考完还没有开学，所以我先来高校所在的城市里落脚，顺便打工赚点学费。因为才穿越过来，身体还没完全融合，我有些疲惫，直接躺在简陋的小床上睡着了。可刚睡着没多久，门铃就催魂似的响起，我不耐烦地挣扎着起身去开门，房门一打开，就看到一张美艳绝伦、目空一切的脸。我愣了一下，还没反应过来对面的人是谁，对方直接推门而入，快速扫视了周围一眼，毫不掩饰嫌弃。他本想高傲地坐在沙发上，结果只看到廉价的小板凳，最后只好放弃。女人一挥手，直接朝着我脚下甩出一份文件，这是合同，签吧。我低头扫了一眼，额头忍不住突了一下，居然是腰子的买卖合同，用不着问，这一定是本世界高傲如孔雀的女主叶晓了，马上签了。楚城的并半点等不得。叶晓的声音冷傲的不容置疑，像是高高在上的女王在指使奴仆一般。我没有去捡地上的合同，看着叶晓那目中无人的样子，我忍不住想要拿起菜刀把她的头发给削平了。叶晓见我不说话，眼中的怒火更深了，怎么嫌钱太少？不等我回答，他又甩出那冷漠的眼神。要知道你只是一个准大学生，连大学生都还不是，我这个价格已经高出黑市2倍了，做人不能太得寸进尺。你要是识相点就签了，然后现在跟我去医院，钱可以及时到账。这是打算强买强卖了。原剧情中并没有买卖腰子这一出，因为原主直接被骗，下药上了手术台，根本不用花钱买。现在虽然剧情变了，但是女主那副原主欠了他们的表情依旧不变。想想原剧中原主被取走了腰子醒来后，女主叶晓怎么说的？楚城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，也会是最尊贵的男人。你的肾给了他，也算是物有所值，我们以后不会亏待你的。我把肾给别人就叫做物有所值，那放在自己身上是不是叫做浪费？当原主说他不要什么报答，只要自己的肾时，女主怎么说的？别无理取闹。楚城是楚氏的大少爷，是我叶晓的男人，以后也是叶氏集团的男主人，必须要有健全的身体。而你只是一个普通农村出身的大学生，这辈子最多也就是给人打工的，能用一个肾换来下半辈子荣华富贵，你应该知足了。想到这儿，我的额头突突突的跳了起来。你走吧，我不卖。叶晓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，冷笑了一声，果然农村出来的土包子，胃口还真是大。给你加200万。我嘴角抽了抽，不卖。叶晓露出一副别给脸不要脸的表情，加300万，不卖。400万。我额头的青筋突得更厉害了，这人是听不懂人话还是怎么回事？叶晓露出跟大便一样阴沉的脸色。500万不能再多了，加上合约里的500万，已经有1000万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不卖。叶晓这下真的火了，他上前一步逼近我，想要使用上位者的气场压迫我，企图让我屈服。可我像是有100级护盾一样，丝毫感觉不到女主的威压。僵持了几秒，叶晓终于开口：楚凡，你知道惹恼我的下场是什么吗？我现在还是好声好气的跟你商量，如果你同意，还能拿到一笔巨款，你一辈子也赚不到那么多钱的。但是女人眯起那高傲又不可一世的眼，如果你不知好歹得寸进尺，那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双手插兜，悠然自得地看着他，请问你要怎么不客气？叶晓冷哼了一声，你还没去学校报道吧？多少人是开学前出了情况，入学前就被取消入学资格的，没有了名牌大学生身份，你辛辛苦苦读书考试，不希望临门一脚功亏一篑吧？我挑了挑眉，你这是在威胁我，打算强买强卖？叶晓冷哼一声，没有明说，不过那眼神已经很明显了，我像是在看智障一样看着他。你知道买卖器官是犯法的吗？叶晓像是在看笑话一样看我，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高傲的开口，我叶晓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，所以这是知法犯法了。我想了想，原剧中女主就是各种权势手段加持，视一切法律于无，视一切道德准
本则于无，反正只要能为了男主，只要能宠着男主，其他的一切都能践踏在脚下。我嘴角抽了抽，还真是无下限了。叶晓实在是没有耐心了，他觉得能和我讲那么久的话，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。此刻见我还在冥顽不灵，直接动了个手势，准备让人进来按住我，让我直接签字。叶晓直接对着门口喊了一句来人，然后门口就出现了好几个警察。见状叶晓一脸懵，警察直接询问这里谁报警说有人非法入室？是我。我立刻举起手，然后指向叶晓，这人不止非法入室，还要强行买卖器官，外面还站着几个他的打手，准备买不成就直接动手抢，简直就是黑恶势力的典范了！快救救我呀！说完我跑到了警察们的后面，猫着身子瑟瑟发抖，接着伸手指了指地上的合约，你们看，地上的合同就是证据。其中一名警察捡起合同，众人一看表情迅速冷了起来，岂有此理！青天白日的还敢做出这样违法乱纪的事情，带走！叶晓皱着眉，依旧保持着总裁的高冷之气，傲然解释道：几位，这都是误会，这合同不能作数的，都没签字，我抢过话，签字了还得了？签字了你是不是要说我们已经形成交易了？商业上的事情警察们不能管了。警察们一听表情更加严肃了，盯着叶晓的目光就像是在盯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。有2个警察还摆起了姿势，随时准备掏出武器。解释什么的，像叶晓这样的高冷总裁从来都是不屑的。于是他冷傲地说道：想带我走，也不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然后就见叶晓冷哼一声，一直守在外面。原本准备对我动粗的几个保镖齐刷刷的跑了进来，气场强大逼人。看着叶晓这一波操作，我差点没有闪瞎眼。这人是当女主当久了，习惯了嚣张跋扈一家独大，所以忘了面前站着的人是法律的执行人，是维护公共秩序的执法者。果然，只见警察们齐刷刷的动作整齐一致的掏出了腰后方的武器，黑色的管口对着叶晓和那些保镖们，几人瞬间呆愣原地，架势打不成了。最后叶晓和他的保镖们都被带走了。走出我家门的时候，警察还好心的安慰了几句，留下了联系方式。现在黑恶势力实在是太嚣张了，如果你发现不对劲，立刻联系我们，我们也会时刻派人关注你，以防这些人报复。我点点头，对着警察们道谢，然后对上叶晓那双恨不得吃人的眼神，我龇牙一笑，他们有没有本事带你走？你现在体会到了。叶晓气得咬牙，楚凡，你有种给我等着！啪！叶晓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领头的警察用力拍了一下头，当着我们的面还敢威胁受害者，简直要上天了！回去好好查一查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违法行为。叶晓等人被带走了，世界总算清静了。我打了个哈欠，继续回去补觉。第二天，我根据记忆来到了兼职打工的地方。我是来辞职的。原主最大的心愿是拥有健全又健康的身体。我觉得自己身为优秀的金牌位面任务者，要更好的贯彻执行，完成原主这一心愿，所以我决定辞职换一个工作。刚和老板谈完辞职的事情，走出办公室，我就碰到了一个人。楚凡，你昨天的认亲怎么样了？顺利吧？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豪门贵圈的公子哥了？真好，你以后可以有花不完的钱了。面前冒出一个穿着服务员工作服的，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子，一看也是出来勤工俭学的类型。我搜刮了一下剧情记忆，知道这人就是那个骗自己到节目组兼职，结果稀里糊涂被推上录制台的同学方强。他的话语中全是羡慕和恭喜，可是语气中的酸味怎么也掩盖不住，眼神中还有几分妒意。方强和我一样，也是马上要上大学的，还是老乡和未来校友。当然，原主是高考状元，而方强只是个吊车尾。要是报这个学校的学生多一点，他就没戏的那种。因为多重缘分，所以两人相遇之后就成了朋友，一起打工，关系还不错。我也算是信任他，只是没想到对方骗自己到了节目组里，给我挖了这么大一个坑。事后方强是怎么说的？我也是出于好意啊，你一个农村出身的泥腿子，要是真的是豪门楚家的流落公子，那不就可以一跃龙门了吗？别人羡慕都来不及的事情，我巴不得这样的好事落在自己身上。可惜我没那个富贵命啊。身为你的朋友，我希望你能和亲生父母相认，我也是想要帮你为你好啊。我看了一眼方强的表情，把他眼底深处的嫉妒看得明明白白。既然心眼那么小，嫉妒我摇身一变成为豪门少爷，那干嘛还要帮忙撮合？肯定是背后收了不少好处呗。那对夫妇给了你多少钱？我冷冷地看着方强，方强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我会突然这么问，眼神有一瞬间的飘忽，但很快又压了下去。你说什么呀？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和亲生父母相认，回归家庭，变成豪门少爷而已。你看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都来辞职了，不用为了几千块的学费犯愁，不像我还要继续辛苦打工。方强叹息一声，话语中全是嫉妒。你能不能帮我跟你爸妈说一声，给我在楚氏集团安排一个轻松又钱多的工作呢？我看了看方强的脸，脸不大，怎么脸皮就这么厚呢？我没认清。闻言，方强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，见我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，他眼中闪过一丝庆幸，旋即又一副惋惜的表情。你怎么没认清呢？那可是楚氏夫妇，本地的有钱富豪啊！我上前一步逼近了方强，目光直直的，像是能把他给看穿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突然要找我回去吗？方强有些不自在的移开目光，不是因为想要找回亲生骨肉吗？还能是为什么？这种天大的好事落到别人头上，别人巴不得呢，就他还矫情，难不成是想多点曲折，让亲生父母觉得更愧疚，以后对他更好？年纪不大，心机倒是挺重的。楚氏夫妇对我出手大方，不也体现出他们想要认回他的诚心吗？方强这般想着，心里对我更加鄙夷了。我劝你还是见好就收，别太过了，小心适得其。我打断了他，他们想要拿我的肾去救他们的小儿子。楚城得了肾衰竭，方强瞬间呆了一下，不过很快他就回过神来，对着我义正言辞说道：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不认亲啊，骨肉亲情，血浓于水，况且那是你的亲弟弟，都到需要换肾的地步了，肯定病得很严重了。你身体健全，要一个肾又不会要你的命，你帮帮亲弟弟怎么了？一个肾就能换来荣华富贵，别人要这样的机会还没有呢。我冷笑，既然你觉得机会那么好，那不如让给你好了。方强立刻激动地反驳，这怎么可以？然后又连忙补充道，我又不是顾少爷的亲属，肯定不行的。我冷笑一声，这
这可不一定，肾源匹配这种东西看缘分不看血缘的，说不定你就有荣华富贵的命呢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测一下匹配度看看，相信楚家人也很愿意帮你出检查费的。我说着就要动手去拉方强，方强吓得连连后退，直接跑进了工作间的更衣室里。我要上班，不跟你聊了。说完，砰的一声把更衣室的门给关上了，还落了锁。我看着紧闭的房门，冷笑一声，转身就走了。我辞职后直接去找工作了，想要一个健全的身体，当然不是光吃好睡好就能够的，还需要经常锻炼身体。最好的地方是健身房，不过健身房收教练，我没有资格证也没有经验，所以兜兜转转了一圈，最后进了拳击馆。在这个小世界里，拳击比较受重视，很多富家子弟闲来无事都会跑来练一练拳。至于是装逼还是想要锻炼身体就另说了。而我应聘的岗位是陪练，陪练需要的是强硬的身体素质。我这具身体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，没有很牛叉的身体素质，也不娇贵就是了。不过我有强大的灵魂精神力在，就算身体素质一般，也能用精神力包裹形成护盾。那拳击俱乐部的负责人看到我一个瘦弱的男孩子要来给人当陪练，二话不说就要赶人，我坚持不肯走，最后还直接在一旁的单杠上面吊了足足1小时，把他给吓了一跳，这才同意让我试一试。就算你臂力可以，但是这份工作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，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拳击馆的工作人员给我全副武装，穿上了防护装备之后，负责人对我说了这样一句，然后负责人看着我站上拳击擂台，一拳就把对方给打飞了出去。众人瞬间惊呆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小心还手了，再来一次，这次我不还手就是了。我有些歉意的挠了挠头，对着面试的负责人说着，那个被打飞出去的也是陪练，也有点拳击底子，莫名被人打飞了出去，此刻也有些傲气，连忙爬起来重新站稳。刚才我没准备好，再来一次。于是两人又再来了一次，这次我有意识的忍着没还手了，不过我躲呀躲呀，对方怎么也打不到我，最后气得对方大喝一声，猛地挥拳冲向我，我一个侧身躲开，他自己就砸到擂台边上的围绳，然后栽倒到了界外。虽然没有受伤，但是丢脸啊，最后我被留了下来。这份工作不用全天候，只要晚上来4个小时就行了。对于我这个以后开学要上课的人来说倒是挺合适。回到出租屋，家里没有电脑，我只能让系统帮忙在网上发布消息。发布的消息很简单，就2条，一条是楚氏集团找到了曾经丢弃的大儿子，准备认亲回来，另外一条就是楚成得了尿毒症，需要换肾而肾源一直没有找到的消息。这2条消息明明没有直接点名关联，可是架不住网民们的强大侦查能力，还有人翻出了我高考状元的采访新闻，一时间2条消息被人在网上疯传，衍生出无数相关话题。高考状元竟是楚氏流落在外的大儿子，楚氏集团认回长子疑似为小儿子换肾，大儿子换小儿子命，一下子网上议论声不断。我一边吃着泡面，一边通过系统欣赏着网友们的口水大战，心中想的则是，这个世界网友们的价值观还是比较正常的嘛。虽然小世界有些 bug， 主角3观不正，但大部分的群众还是理智的。系统阿莫这时开口了，主角光环强大，但是只是作用在主角周围的人身上，不过光是这样也足够小世界气息扭曲了。我知道，我狠狠吸了一口泡面进去，边嚼着泡面边说，所以这不是要靠我来手撕主角光环，恢复小世界的秩序吗？另一边，叶晓被警察们带走，狠狠批评教育了2天，又走了各种渠道关系，交了保释金才勉强被放出来。回到别墅，他气得直接把大厅里的花瓶装饰给砸了，岂有此理！他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戏弄过，这是赤裸裸的挑衅。没想到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，竟然还敢挑衅他堂堂叶氏集团总裁。来人！叶晓对管家和助理狠狠发了一通火，这才开始下达指令，马上让人把楚凡给我绑过来，另外联系 S 大那边，让他们把楚凡的录取资格取消了。助理站在一旁胆战心惊，弱弱的问了一句，叶总，理由呢？叶晓高冷威严的总裁眼神扫了过去，声音倨傲，这种事情还要我来想，要你这个助理何用？助理战战兢兢，是，知道了。叶晓见管家还站着不动，不由得冷视，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管家见助理被训斥，也不敢多说什么，直接就要招呼几名保镖出门了。这时叶晓接到了楚成打来的电话，全身的戾气瞬间消散，化为绕指柔。好的乖，我马上就到医院，你等我。叶晓一听楚成想他了，立刻飞奔到了医院。主治医生看到叶晓，立刻请他到一旁去私聊，他的情况不容乐观，找不到肾源的话，活不过半年了。叶晓立刻狂躁地抓住医生的领口，医生，你要是就不活他，我要让整个医院都给他陪葬。病房内，楚成开口说道，叶姐姐，是不是哥哥不愿意？算了，哥哥不愿意我也不怪他，虽然我很爱你，很爱爸爸妈妈，很想能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爸妈和你，可是既然哥哥不肯，那我也不能勉强他，只能怪我命不好了。楚成说着说着就哽咽了，叶晓连忙握住了他的手，傻瓜，别说这种话，你还年轻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不管用多少钱，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。楚成苍白的咬着唇，哥哥不愿意，我们总不能强抢，这样我会过意不去的。怎么说也是我的亲哥哥，我实在不忍心逼迫他用1颗肾来换我1条命。可是叶姐姐，我真的好舍不得你啊，我还想要健健康康牵着你的手走入殿堂，成为你的丈夫，和你一起恩爱到老，我始终要辜负你了，对不起。叶晓一脸的心痛，楚成，我不允许你说这种丧气话，你的人是我的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让你死你就死不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叶晓和楚成在病房内腻腻歪歪半天，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，而病房外楚氏夫妇听着2人的对话，不停地抹着眼泪，靠着系统监控着这边动态的我，感觉不到半点煽情感动，只觉得辣眼睛。你病重了是真，可是关我屁事，又不是我害的。这时我对着系统问道，阿莫，你说我不救男主，他死了是不是光环就自动消失，小世界的秩序就恢复正常了？阿莫认真回道，不一定，光环的作用很强大的，这点干涉起不了大作用，我也就是说说而已，毕竟我也做过不少任务了，光靠这一点干涉就让男主歇菜根本不可能。病房这边，叶晓和楚成的煽情对话总算结束了，楚成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楚凡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让他一定要把肾移植给你。叶晓说完大步流星往外走，眼中全是坚定，仿佛要去做一件感天动地的大事。他一脸冷肃地对着站在门口的助理说道，雇点水军把楚凡不肯认亲生父母的消息传播出去，同时隐晦地暗示他开口要钱，挂上热搜，让他成为全城的焦点。他就不信一个还没出社会的年轻小毛头能够承受得起舆论的压力。如果我被网络暴力逼得轻生自杀就更
更好了，他们也不用把我绑着上手术台了。另外，跟公司的人说这2天楚成有进修培训，不要让他生病的消息外传，以免那些粉丝和狗仔影响他。他的楚成跟珍珠一样宝贵，不容许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扰。叶晓的话音刚落，就听到外头的走廊上传来嘈杂的声音，好几名记者拿着相机匆匆而来，一看到叶晓站在那里，立刻加快了脚步。叶小姐，听说你在和公司旗下的艺人，也就是楚家少爷在谈恋爱是吗？叶晓措手不及，一时间被记者们钻了空子。有记者第一时间看到了病房外面牌子上写的楚成的名字，立刻激动了起来。果然如网上所说的，楚成生了重病，一直在隐瞒是吗？请问现在是到了什么情况？需要换肾吗？网上有知名人士爆料说，楚成要用那个从未蒙面的亲哥哥的肾，为此特意去寻亲，据说对方不愿意认亲，还用手段进行胁迫，请问是真的吗？然后记者们又看到了楚氏夫妇，立刻有一半人围了上去。楚先生、楚太太，之前你们从未提起过还有一个大儿子，大家都以为楚家只有楚成一位少爷，如今是因为这次楚成需要肾，所以才想要把他找回来的吗？请问你们是不是一直早就知道本次的状元楚凡是亲生儿子，但是并没有想过要认领回来，直到有需要他了才打算认亲？记者们的突然出现，让楚氏夫妇和叶晓压根没有心理准备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，脑子里想到的全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被爆料出去，是谁干的？现在事情被曝光了，他们之后还怎么偷偷拿我的肾来给楚成做移植？所以叶晓等人一阵手忙脚乱，折腾了好久才总算把记者们给赶走。没错，是赶走，不是打发走。事发突然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能靠强硬的手段把人给赶出了医院。记者们什么准确的消息都没得到，可又像是什么都知道了一样，叽叽喳喳兴奋地跑回自家单位去了。楚成是被记者们嘈杂的声音给吵醒的，得知自己的事情被爆料到了网上，还被如此恶意的猜测，顿时哭得不能自已。为什么？我都已经生病了，大家还要往我身上泼脏水？那些记者们为了博眼球赚流量，什么黑心的东西都能写，我的粉丝们要误会我了，我的铁粉们知道了该有多伤心啊！我隐瞒病情是不想让粉丝担心，也是善意的谎言。如果那些记者回去还乱写，那我的粉丝们不是会更担心吗？楚成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还一心向着别人，你真是太善良太心软了。叶晓看着这样心地善良，就算被人恶意揣测都一心还为他人着想的楚成，只觉得更爱了。于是他开口安慰道：“你别担心，那些记者们不敢乱写的，我会跟他们的公司交代一声，你好好养病，情绪不能太激动。”叶晓低头轻轻吻了一下楚成的额头，一转身，眼中的温柔瞬间变成冰渣。刚刚那些记者是哪些公司的？胆敢跑来医院骚扰我的楚成，明天我不想再看到他们的公司还存在。我看到这里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这是要天梁王破的节奏吗？可惜天梁王破是破不起来的，因为我是通过系统散播的消息，那些记者也不全都是本地的记者。叶晓虽然是霸总，但是也就在这城市比较嚣张，在其他地方谁鸟你？最后叶晓医院感人的事情还是被爆了出去，因为叶晓和楚氏夫妇的不解释，让网友们的猜测直接实锤了，网上骂声更大了。楚成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，有些黑粉还直接给他的微博发私信，说了几句难听的话。楚成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了，立刻哭得不能自已。为什么？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骂我？这人是谁？我又不认识他，还特意写评论来骂我，是不是哥哥？他不愿意救我，我不怪他，可是他为什么要恶意重伤我？叶晓和楚氏夫妇见状，更是心疼的不行，暗暗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如果我听到这些就要呵呵了。现在他们遇到的事情，不正是之前楚氏夫妇做过的事情吗？利用节目的影响力给我施压逼认亲。楚成不知道楚氏夫妇和我上节目组的事情吗？不知道如果我拒绝了会带来道德的谴责吗？他知道，但是他做什么了吗？还有叶晓准备用舆论的压力逼迫我一个势单力薄的学生。楚成和他青梅竹马10几年，当他说一切他会处理的时候，楚成猜不出他要做什么吗？可是他有问过一句话吗？什么都别人帮他做了，他只要静静的等着占便宜就行了。现在事情被揭穿，他却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很无辜被骂的姿态。因为粉丝的关注度高，叶晓必须亲自处理，一时间忙得焦头烂额。如今失了先机，自然不能在网上黑我了，光是澄清就要费一番功夫了。叶晓气得又把助理骂了一顿。晚上，我穿着拳击衣对着沙包不停的打拳，2名年轻男子结伴而来，明显是常客了。发现我个子特别小，不由得多看了几眼，看着看着，见我打得有模有样的，就凑了过来。喂，新来的会员，怎么以前没见过你？我没说话，继续练拳，把沙包打得砰砰作响。2个小年轻立刻觉得自己被无视了，忍不住生气起来。我说你个新来的，也太没眼力了，不知道这里是有常客和新客的区别吗？这时面试我的教练立刻迎了上来，对着2个青年态度热情又恭敬道：“抱歉，这个是新来的实习陪练，不懂事，不认得陈少和张少。楚凡，来给陈少和张少赔个不是。”我一听这称呼，就知道这2个是小说里那种典型的叉烧2代。不过上司开口了，我就停了下来，看向2人。这一转身，我的身形完全暴露在眼前，2名叉烧2少不由得惊了一下。刚刚从侧面看我打拳打得那么有架势，只觉得矮了点，倒是没注意到竟然这么瘦弱，这么瘦的陪练。张少不可思议地扫了我几眼，然后吐槽了教练几句：“这俱乐部是招不到人了吗？竟然招瘦竹竿来做陪练，是不打算要会员了吗？真是开玩笑，我一拳就能打得他脸变形了，把他辞退了。”面试我的教练解释了2句，2个人反而更加不依不饶了。什么话？什么叫这个毛头小子是接受过面试考验的？这不是在贬低我们吗？真是拉低了我们全体俱乐部会员的档次。教练一时间犯了难，一方面觉得我是个好苗子，又认真又肯吃苦；一方面张少和陈少又都是俱乐部的黄金会员，2个人的意见不得不听。这时候我开口了，我有没有资格当陪练？打1局不就知道了吗？说完，我姿势潇洒地跳上了拳击台，目光落在2个叉烧少年的身上，眼波平静。谁先上？2个叉烧贵少立刻感觉受到了蔑视，那个张少直接跳了上去，连拳击手套都没戴。我来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铁一般的拳头。张少一边说一边朝着我挥拳过去。哼，一个瘦竹竿还这么嚣张，就算穿着护具，他也能赤手空拳把我给打趴下。张少气势汹汹，众人以为我这个瘦弱的小毛头就要被打残的时候，只见张少被我一拳打飞了出去。没错，就是打飞了出去，后背撞到围绳又弹了回来，五体投地趴在了擂台上。所有人都呆了一下，那个陈少最先反应过来，连忙跑到靠近张少的擂台边缘，对着张少说：“张少，你是在故意
意装菜鸟呢？陈少是不相信刚刚自己眼睛看到的那一幕的，他觉得就是张少故意玩的。张少面不着地趴着，刚刚被我一拳打中了肚子，现在感觉疼的肠子都要扭直了。特别是陈少还在那边一直喊让他快点起来，他心里就更苦了。他没完了，他是真爬不起啊！张少内心挣扎了好久，缓了好几口气，总算是爬了起来，只是脸色异常难看。陈少还在台下叫嚣着：“张少，给他点教训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拳击。”此刻俱乐部里的人都在看着他，有疑惑的，有好奇的。张少只好硬着头皮又挥拳上去。对，刚才是他一时大意，没想到这个瘦子也是有两下子的，这次他要认真了。于是张少使出了全力，结果连碰都没碰到我，又被一拳打飞了。这次张少直接趴在地上起不来了。这下众人是真看出来我是有两下子的，不过有底子又如何？陈少看张少这么不争气，立刻自己跳上台来：“我来教训教训你这臭小子！”陈少大喝一声冲上前，然后也被我打飞了出去。他的体格还不如张少，一拳就起不来了。当然也是因为我对他没有比对张少客气。陈少愣是缓了5分钟才站起来，然后看我的目光多了几分警惕。这下两人没敢再说我当不了陪练，要把我辞退的话了。直到俱乐部到了关门时间，我就离开了。这具身体很普通，尽管中间又休息了不少时间，但是练了4小时早就疲惫不堪。回到出租屋，刚上楼就看到守在门口的2个人，对方几乎是在我踏上楼梯的第一时间就看到了我。楚父抢先开口说话：“楚凡，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在这里等你快2个小时了？”楚母更像是被从小宠爱的儿子伤透了心一般，一副捂着胸口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听说你的兼职辞掉了，你这么晚才回来，该不会是去夜店做那种见不得人的工作吧？我的天，你怎么能这么堕落？不愿意跟我们认亲，还如此自甘下贱。顾母说着说着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我看着挡在自己家门口的楚氏夫妇，面无表情，像个没得感情的机器人。让开，挡住我的房门了！楚氏夫妇像是没听到我的话一般，还在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，苦口婆心的劝说着：“你如果缺钱可以跟我们说，犯不着这样子作践自己。你怎么说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，万一被人害了可怎么办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想要害我的人不就是你们一家吗？而且还目的明确，就是想要抢我的腰子。”楚母眼眶又红了红：“是我不好，让你从小过苦日子，没见过大城市里的繁荣，所以才这么轻易被迷花了眼。我摊了摊手，我本来日子过得挺好的，但是你们出现了，我的日子就不好了。想要我日子过得好，你们别出现在我面前就行。”闻言，楚母的眼眶更红了：“你还要自己打工赚学费，住在这种简陋的出租屋里，怎么能叫过得好呢？现在妈妈找到你了，你不用担心学费，不用去打工，可以每天像那些豪门少爷一样悠闲自在。”我冷漠地回道：“每天不劳而获，只会伸手要钱，除了买什么都不会，像条咸鱼。那是你的追求，不是我的。”楚父这时候开口了，一副过来人的口吻：“社会复杂，你还是个学生，还没见识过人心的险恶，还是跟我们回家吧。你想要做什么，我们可以支持你的。”楚母也连忙顺着话往下说：“对，你一个小孩子住在外面，我们不放心，跟我们回楚家。”我冷笑道：“是担心我这个移动的腰子跑了吧？放在眼皮子底下比较放心。”楚氏夫妇的脸色也难看起来了，但是还是忍了下去。“你怎么能这么想亲生父母呢？你弟弟的病我们会另外想办法，而且楚城心地善良，不会强迫你的。”我呵呵了，心地善良不会强迫我。男主心地善良，那是因为一切都有女主和楚氏夫妇在他前面替他扫除障碍，他当然干干净净的。从小说角度描写，楚城是个善良单纯的男孩子，和女主之间最大的波折就是这场病。可是楚城手术后醒来，得知自己移植的肾是亲哥哥的，他是什么反应？用他愧疚的表情说：“你们怎么能用哥哥的肾？如果早知道是哥哥的肾，我打死也不会做手术的。”我心想，都知道父母上认亲节目了，还会不知道自己的肾是哥哥的？猜到了，但是故意装作不知道吧。女主叶晓和楚氏夫妇见不得楚城自责愧疚，纷纷把责任推在自己头上，说都是自己的错，为了救楚城，只能牺牲一下我了，而且只是要我一个肾，又死不了的。可是没了肾，楚城就活不了了。最后楚城觉得女主和父母都是因为太爱他了，所以才会做这样的选择，他不能怪他们。于是内疚了几分钟，然后就释怀了。从头到尾都是他们一家子在备受内心的煎熬，这是他们不得已做出的最好的选择。而我呢，我反正只是丢了一个肾，又不会死。至于我的意愿，人命关天，意愿什么的重要吗？想到这儿，我开口说道：“楚城会不会强迫我和我想不想回楚家没有关系，我有自己的父母。至于血缘上的父母，早在他们抛弃我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不配当我的父母了。”楚氏夫妇面露尴尬，很快又露出悲怜的表情：“楚凡，你怎么能这样想我们呢？我们当初抛弃你也是逼不得已的。”我冷冷地打断他们：“是我让你们逼不得已吗？”楚氏夫妇又是一夜。我继续说道：“既然不是，那就去找那个让你们逼不得已的人去算账。找我干什么？别在我面前打亲情牌，毕竟你们在我这里没有感情，只有无情。”我说完直接推开楚氏夫妇，自己开门进了屋。楚氏夫妇还想跟进来说点什么，我一句话让他们2个瞬间变脸。如果你再来我面前瞎逼逼说要认亲，甚至要利用舆论压力对我进行道德绑架，那我不介意跟有关部门探讨一下弃婴罪的事情。砰！房门被关上了。楚氏夫妇脸色阴沉地站在门口，楚母又气又恼：“你说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自私呢？”楚父脸色更加阴沉，还不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，养成这种势利眼的性子，开口闭口全是钱，满身铜锈味。楚母继续说道：“楚城可是他的亲弟弟，楚凡自私自利不救他，如果楚城真有个好歹，他就要一辈子过意不去的呀。我这也是为他着想，他怎么就想不明白呢？”闻言，楚父说道：“既然我们说不通，那就让别人来说。”我进了家门，洗个澡之后又接到了方强的电话，他又是来抱怨经理太过苛刻，想要走我的关系找个好工作，因为我是高考状元，他蹭我的光一起去餐厅兼职，几次捅篓子都是我帮他擦的屁股。现在我辞职不干了，他又满身读书人的傲气得罪了顾客，现在被经理开除了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而我一个高考状元，之所以要跑去餐厅当服务员，全是楚氏夫妇搞的鬼。起初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成绩单去培训机构找兼职，对方一开始高兴的点头答应，第2天就用各种理由反悔了。也只有楚家的实力才能做出这种事，美名曰为我好，不想让我辛苦打工，想让我回楚家当富家少爷。想到这儿，我又忍不住呵呵了。我每天坚持早起晨练，晚上时间一到就去拳击俱乐部练拳，每天都很忙碌而充实。同时我一边监察着男主楚城那边的情况，男主果然是男主，就算病重也死
死不了。女主叶小又给他搞了什么进口的特效药，让他的状态好了很多。不过这些跟我无关，只要别来惦记我的腰子就行。晚上我继续认真的对着沙包打拳，我要把身体机能锻炼到最高水平，努力帮助原主完成第一个心愿。经过5天的锻炼，我的身体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。就是他，我跟你说的那个拳头跟猪蹄一样大的陪练。正在练拳时，我察觉到身后传来好几道脚步声，于是向后看去，发现是上次被我打飞出去的叉烧2代陈张2人组。他们还带了个比他们高出半个头的青年男子。光看面相和穿着打扮，不用说，又是某个有头有脸的富豪大少。陈少指着我，陈爷，就是他，别看他细胳膊细腿的，力气大得很。我暗笑不已，原来还不是哥，还是爷啊！现在小说为了凸显那些男主男配们的地位，年纪轻轻的动不动就各种叫爷，也不问问你们的爷爷同不同意。张少这时也开口了，对，就是他，不知道是不是吃了菠菜长大的。我轻笑道，我吃的是野菜，谢谢。那个陈爷目测有1.83米，此刻正用高傲的霸总眼神看着我，你就是那个运气好，把他们2个打败的陪练。我身上的气势完全不输对方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。闻言，陈爷露出狂拽酷帅的笑容，眼神变成了标准的饼状图，5分不屑4分轻蔑，还有1分兴趣。那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。说着，陈爷活动了一下手腕和脖颈筋骨，陪练是吧？那就来陪我练练，我倒是要领教领教你的拳头有多大。说完，他扬起高傲的下巴，朝着拳击台走去。明明是来打拳的，却硬是要憋出高冷尊贵的步伐。我叹息一声，既然有人来找虐，我怎么好意思不成全对方呢？于是我也上了台。那个陈爷站在我对面，又扭了扭脖子，抖了抖腿，对着空气挥了几拳，姿势摆了好几分钟。我实在是看得不耐烦，直接一拳把对方打飞了。哨子都响了，你给我摆姿势，不是露破绽让我打吗？陈爷连忙爬了起来，擦了一下自己的鼻子，没想到你还有2下子，我倒是小瞧你了。等着，我这次不会放水了。我看得辣眼睛，又上去给了他好几拳，让你再模仿某小龙的动作，真是欠揍。那个陈爷又被打飞了出去，他不甘心，又重新站起来继续朝我攻了过来，于是再次被打飞了出去。最后陈爷被打得没了脾气，连装的话和动作都摆不出来了。陈爷你怎么样？2个小弟连忙上台把他扶了下去。没事。陈爷霸气地推开了2个叉烧2少，一只手撑在椅把上，一只手指着我的鼻子，你还挺有2下。他想要来个帅气的起身，结果屁股刚离开又掉了下去，他只能坐在椅子上，用矮我一截的方式说话，你很不错，当陪练可惜了。说着他还抬手理了理凌乱的头发，明明狼狈的不行，愣是搞出霸道总裁的帅气派头，看得我又想打他一顿了。我让你升职当正式的拳击教练怎么样？陈爷嘴角勾起邪邪的笑容，脸上全是我看好你的眼神。陈爷说完也不管我同意不同意，直接叫来了教练。他觉得这样天大的好事我只会感激涕零，于是对着教练一副命令式的口气，你们什么眼光？这样的人才竟然让他当陪练，还是个实习的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让他转正当正式教练。这口气搞得好像这家拳击俱乐部是他开的一样。教练倒也不惯着他，当教练是要资格证的，不是能打拳就行，还要能教人打拳，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战绩。他会打拳，但是他没有参加过比赛，哪能直接签约他做教练？陈爷立刻恼了，我可是俱乐部的钻石会员，还有股份的，难道我没权利任免教练？教练无奈道，就算你有股份，但是凡事也要按规矩来呀。我不需要。这时我开口拒绝道。陈爷皱了皱眉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慧眼识人，帮你升职转正你还不乐意？我要转正也是靠自己的实力，和任何人无关。别看这陈爷一副大方帮助我的模样，实际上他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失败更加合理化，同时也让我对他的伯乐之恩感激涕零。如果我靠他的施舍强行上位，流程上说不过去，反而还欠了对方一个大人情，日后我做事是不是要看他的脸色了？这个陈爷看着像傻叉2世祖，其实也是个会算计的主啊。看着我那黝黑的目光，陈爷只觉得自己的盘算被人看得清清楚楚，莫名有些不自在。于是他轻咳了一声，一脸冷傲地说道，既然你不领情，那日后就别怪爷没给你机会。走。陈爷带着2个叉烧2代走了，我继续认真练拳。教练松了一口气，对我更加满意了。之后我每天都能在俱乐部看到陈爷还有他的2个叉烧2代小跟班，几人每次来都要找我当陪练，然后每次都被虐着，他们感觉自己的水平好像还提高了不少，至少扛揍的能力强了很多。以后你就是我的专属陪练了，记得你可是我陈爷罩的人，如果有人找你麻烦，你可以不用搭理，有事报我的名就行了。陈爷每次来都会说各种叉烧2代的经典言论，不过我都用看白痴的眼神看他，然后继续专心练拳。这天回到家洗过澡之后，我接到了养父母打来的电话，凡，我们到动车站了，你能不能来接我们一下？我们不太认路。养父母来了，我认真想了想，好像原剧情中原主在大城市打工没多久，养父母不放心就过来探望了，应该是这个时间点了。我第一时间就拿着钥匙出了门，为了赶时间，我直接打车到了动车站。虽然是晚上，但是动车站依旧人满为患。我的养父母不识字，手机老旧，信号也不太好，说话断断续续的，一时间也说不清楚自己在哪里。我直接呼唤系统阿莫，让他定位养父母的位置，在西北门出来的露天停车场里，而此时我在东南门的位置。我刚走过马路进入露天停车场的入口，远远的就看到了那边站着好几个人，除了养父母还有楚氏夫妇。此刻已经12点多了，周围又只有停车场的照明灯，一时没人注意到我的出现。楚氏夫妇依旧是满身名牌光鲜亮丽，而对面站着的农村夫妇穿着质朴的灰衣，头发微乱风尘仆仆的样子，脚下是廉价的布鞋，两人都是微微弓着背，手上还大包小包的扛着蛇皮袋。两对夫妇站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还没走近，远远的就听到了楚氏夫妇充满指责的话语，我们好好的儿子到了你们手上就成了那副可怜的样子，从小吃不饱穿不暖，连上学的钱都没有，比同龄人推迟了4年才能读书，他可是高考状元的料，生生被你们给耽误了4年。要是早个4年，我们就能早点发现他的存在，早点把他认领回来做楚家大少爷了，不至于让他吃苦受罪这么久。我可怜的儿子跟着你们成了土包子，满身的小家子气，开口闭口都是钱。你看看你们2个，满身脏污，大字不识一个，车子都不会打，还要让楚凡来接你们，就你们这样的以后也只会拖他后腿了。楚母一句句全是在责怪养父母没有照顾好我，让我过了凄惨的苦日子，好像没了养父母，我就是从小高高在上的富家少爷似的。也不想想如果我没有被养父母
母捡回去，我早就死了。什么高考状元都成了屁话。此刻养父母低垂着头，满身的自卑感溢了出来。您说的是，是我们没本事，没能让儿子过上好日子。养父母的声音不大，但充满了自责和愧疚。闻言，楚母声音更大了，底气也更足了。既然你们知道自己无能，没办法当他的父母，那就应该让他回到楚家，做楚家的大少爷。你们也是为人父母的，也能感受我们想要让孩子过得好的心情。等楚凡回归家庭之后，你们就主动和他脱离关系，省得让他有农村养父母的事情成为污点。他可是高考状元的料。好，我们回头就去劝凡凡，让他。养父说这话的时候满脸全是不舍，但还是咬着牙说了出来，让他回楚家，烦他吧。养母眼眶也有些泛红，内心明显备受煎熬。养父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叹息一声，我们大字不识一个，只会耽误了凡凡。如果他能做豪门少爷，也不会被人嘲笑出身了。养母也咬了咬唇，红着眼眶刚要开口，我大声喊道，我不同意。说完我大步上前挡在养父母身前，用黝黑的眸子扫向楚氏夫妇，这让楚氏夫妇有些心底发毛。我声音冰冷，我说过如果你们再来骚扰我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楚父皱着眉看向养父母，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儿子，竟然这样对亲生父母说话，礼义廉耻尊敬长辈都学到哪里去了？养父母浑身写满了自卑，连忙看向我开口劝说，楚凡，这是你的亲生父母，你好好。我声音坚定地打断养父母的劝说，我只有养育我20几年，对我含辛茹苦的父母，没有为了自己过上好日子而把我丢到河边的自私父母。不知情的人可能会劝说我认亲，但是你们是最不应该劝我的人。我当初是如何弱小，如何无助，如何差点淹死在河里喂鱼，把我捡回来的你们应该是最清楚的。我面容平静地说着话，眼睛像是有穿透力一般落在楚氏夫妇的身上。你们自己生而不养，却还要怪别人没有把你们的孩子照顾好。现在我被别人养大了，有了成就了，你们就要来捡现成了。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楚氏夫妇听自己被说成捡现成的，脸色瞬间难看了几分。我性子强硬，说话又跟机关枪似的，他们说不过，就又把目光落在养父母身上，想要让他们继续劝说我。楚母那委屈的目光让养母有些心软了，她开口道，楚凡，怎么说也是长。我再次打断了他，就算他们是真心认亲，也要看我个人意愿，更何况他们根本不是真心认亲，是冲着我的腰子来的。楚氏夫妇见我连这个都要往外说，立刻绷紧了神经，但我可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，冷笑一声，指着他们身后的豪车，爸妈，你们不知道吧，这对夫妇的小儿子得了尿毒症，需要换肾，目前只有我的肾能够跟他匹配，他们千方百计想要我回家，根本不是要认亲，只是想强行挖了我的肾，去救他们的宝贝儿子。什么？听到这话，养父母吓得脸色都白了，两人条件反射般的把我挡在了身后。此刻养父母身上那股自卑感依旧存在，但对于我的保护欲让他们变得强硬起来。两人目光警惕地看着楚氏夫妇，像是在看十恶不赦的土匪一样。楚氏夫妇顿时感觉受到了侮辱，误会啊，我们并没有要楚凡的肾，楚成的病我们会想别的办法，我们家有的是钱，肯定能找到肾源的，我们是真心想要认回楚凡的，想让他当楚家的大少爷。听到楚母这些话，养父母不由得动摇了一些，真的？楚氏夫妇见养父母好说话，连忙又劝说起来，当然是真的，楚凡如果回了楚家，就会有花不完的零花钱，有自己的豪车，想要去哪里都有人伺候着。砰！楚母还没说完，身后的车子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两人吓了一跳，回过头去，就看到我一拳头正砸在他们的豪车上，车前盖直接变形了。我眸光悠悠地扫过楚氏夫妇，要怎么装深情那是你们的事，但是如果你们以为我会相信，那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，马上滚，不然你们的下场就跟这辆车一样。你，楚母惊呆了，你了半天也没下文，我的脾气可不好，如果你们再啰嗦，那我不介意把这段录音发到网上去。我一只手还按在车前盖上，另一只手拿起手机播放录音，正是认亲节目里主持人和楚氏夫妇说话的那一段。楚氏夫妇惊呆了，想不通为什么我会有那段录音。养父母的脑子再次清醒，脸色瞬间又白了，连忙上前护犊子似的挡在了我面前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们凡凡是不会认你们的，就算他同意了，我们也坚决不同意。楚氏夫妇一时间陷入了慌乱，只能匆忙离开。停车场内还剩下我和养父母，他们还没从愤怒中回过神来，怎么会这样？他们竟然这样，真是可恶！养父母不认得几个字，气得说不出什么骂人的话，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，但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愤怒和对原主的疼惜，心中有些触动。这才是真正的父母，会站在孩子的角度上考虑，会为了孩子能够过上好日子而退让，也会为了孩子受到不公平待遇而愤怒。我不稀罕当什么富家少爷，我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我会自己争取，不需要别人的施舍，更不需要通过见不得光的手段来走捷径。那对夫妇从抛弃我的那一天就没资格当我父母了，以后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你们都别搭理。如果他们再来骚扰你们，你们就说要去告他们欺淫罪。养父认真的点了点头，对，我们离那对有钱人远远的，我们不指望你大富大贵，当什么富家少爷，只要你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就好。另一边，坐上豪车的楚氏夫妇内心的慌乱已经平复了不少。楚父的脸色难看，那小子真是太偏激了，竟然一直觉得我们想要害他，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录音。这2天先别去惹他，等把他手上的录音删掉再说，找个机会让人把他的手机调包了。楚母叹息一声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他们回到家还想着如何把我手里的录音删掉，第2天就得知录音被传到了网上，而且不只是录音，连带着节目组未完成的录制视频都被曝光到了网上。一时间楚氏集团成了众矢之的，在网上被骂得狗血淋头，连自家员工都在讨论他们的无耻行径。楚氏夫妇气得差点吐血，现在不说录音了，连视频都传出去了，还不是私人账号发出去的，而是好几家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号发出去的。他们想要给平台施压，让平台删除都不行，而且因为人品被质疑，连带着公司的形象都大降。楚氏夫妇焦头烂额了起来，
气得两人直接打电话来质问我：“你不是说不会把录音外传吗？你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”我轻飘飘地回了一句：“我有说过这种话吗？”楚氏夫妇有点头疼了，好像我确实没说过这话，可是他们都按照我的要求离开停车场了呀，我怎么能不按常规操作？我呵呵了。楚氏夫妇虽然走了，但是难保不会还来找养父母作妖，我也不能时刻都守在养父母身边，只能给楚氏夫妇找点事情做了。人呐，果然不能太闲，闲了就想要搞七搞八。这下好了，楚氏夫妇一忙起来，都没办法天天守着楚城了，更别说找我麻烦了。我乐得清闲。至于叶晓那边，我依旧时刻关注着，他每天都在为公司的事和楚城的公关而忙碌，还要硬挤出时间跟他来一场生死离别的对话。每次碰面一定要哭哭唧唧一回，看得我辣眼睛。5天后，养父母又从农村过来了，我们在城里找了个工厂打工，以后如果那对夫妇再来欺负你，我们就拿扫把把他们赶出去。原来养父母回农村之后越想越不放心，干脆出租了土地，卖掉了旧房子，搬到了我这边，想要时时刻刻照看我。对此我没有说什么，养父母的一片心意，如果是原主一定也会这样选。不过我不敢让他们知道自己在拳击馆当陪练，只说是去给人做学习培训，因为我每次都在俱乐部换好衣服才回来，身上也没受伤，所以养父母不曾怀疑什么。这期间我还接到了高校负责人的电话，他们也看到了网上的消息，特意打电话过来询问我需不需要帮助，他们可以提前给我开门，让我直接进入宿舍住着，学费都可以先欠着。我拒绝了，我一个人还好，现在养父母也在身边，总不能带着他们一起去住吧。不过这份情我也记在心里了，我心中不由得多了几分感慨，连陌生人都懂得关心我，而那对口口声声说亏欠我，想要补偿我的父母，就只惦记着我的腰子。还好原主和他们没感情，如果是从小养大的，该有多心寒啊。距离开学还有1个多月，我每天都充实而忙碌着，每天晚上去拳击馆，总能碰上几个不长眼的来挑衅，无一例外都被我打得没了脾气，莫名还收了一波叉烧粉，连俱乐部的老板都亲自过来看了看，见识了我的拳击水平，跟我签约做了教练，工资当然又涨了。这天我刚训练完准备休息，张少和陈少立刻围在一旁给我端茶倒水，顺便请教我拳击的技巧问题。来个人陪我的人练练拳。突然一道声音从门口传来，一个面容姣好身材完美的女人大步走了进来，她还带着一个壮硕的男人，接着立刻有教练上前跟她打招呼：“叶总，许久没来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”周围人因为叶晓的出现而引发了骚动，果然女主到了哪里都是自带闪光灯的。叶晓没有发现我，她满脸的不耐烦，心情不好，特地带个好拳手过来打一场。楚城甚源的事情一直没着落，公司的舆论又没能完全压下去，楚氏夫妇那边也自顾不暇，还想要找他帮助，事情一件接着一件。叶晓内心烦闷，又不想去楚城面前让他担心，就想着来拳击俱乐部看看打拳，发泄一下内心的烦闷。叶晓的话刚说完，他身边的那个男人活动了一下筋骨，直接跳上了拳击台，众人微惊，竟然连拳击手套和防护装备都不穿，几个固定的陪练你看我我看你，没有一个人上台。他们都知道叶晓手下的这个人不仅是他的保镖，还有拳王的称号，他是俱乐部的钻石会员，在这里打遍无敌手，打一场1万块，谁先来？叶晓见没人上台，脸上的不屑完全掩盖不住，你们都是一群怂包，我心里非常不屑，难道不是因为没穿装备，大家怕把他给打趴了，你反过来觉得颜面尽失，让别人分分钟天良王破吗？有点自知之明好吗？竟然是叶晓，他今天哪根筋搭错了？这么久没来俱乐部，一来就这么招摇。这时张少站在了我身边，忍不住嘀咕了起来。我反问道：“他的脑筋什么时候搭对过？”张少、陈少一脸惊异：“哥，你莫不是认得叶总？”说完，他们又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叶晓那可是名媛啊，你会认得叶总也是正常。不过我劝你还是算了，他虽然长得漂亮又有钱，但是我怀疑他脑子有病，总是一副全天下他最牛叉的表情，仿佛全天下都是他妈，都得惯着他。你可要理智一点，别被他狐狸精的外表给迷惑了。我心中有些惊奇，难得有个脑子清醒的人啊。陈少小声的补充了一句：“我们陈烨和叶晓是对立关系，你是我们陈烨关照的人，可千万不能和叶晓走得太近。”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反派呀，难怪脑子清醒。怎么没人吗？叶晓还在叫嚣着，声音里充满了不耐烦。一场2万块，快点，别浪费我时间。这时我看向他，到底是谁浪费谁的时间？2万块很多吗？搞得好像大家都多稀罕似的。说着我第一个跳上了台，我戴着护帽，正脸也被挡住了一部分。叶晓一时间没能认出来，当然在女主眼里，除了男主其他男人长得都一样，认不出来也是应该的。看着我的体型，叶晓的眉头不由得深深皱了起来。这俱乐部什么时候没落到要招个竹竿来做陪练了？我完全没有被羞辱到的感觉，语气淡淡道：“待会你的人打不过我这个竹竿，你可别哭啊。”叶晓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，他朝着台上的男人摆了摆头。男人会意，也不等裁判喊开始，直接对着我出拳，然后这个所谓的拳王被我一拳给打飞了出去，飞到什么程度呢？直接飞出了擂台，趴在了地上。众人顿时感觉之前我对他们算是轻的了。张少、陈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所有人都呆住了，包括叶晓，怀疑自己是不是误入了动画片现场。真有人能够被打得飞了出去？原来之前他们被我打飞的样子根本不叫飞，只能叫做翻，场面太过震撼。一群人围在了男人的身边，有人忍不住蹲下去用手指戳了戳他的后背。男人像是诈尸一般突然跳了起来，面色阴沉的吓人，自己的拳手竟然被人一拳打趴下了，这对叶晓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再来，叶晓命令完后，男人再次爬上了擂台，同时对着我露出一副算你狠的表情。只是这次叶晓让人给他穿上了护具和手套，但结果都一样，我又一次把他打飞了出去。我打得很有技巧，每次男人都会被打飞出去，疼是不会太疼，但是侮辱性极强，所以他无数次站起来，又无数次被打飞了出去，最后还是我打得烦了，直接打中他的要害，让他疼得站不起来才结束。
术。叶晓感觉脸上一片羞耻，他愣了好久，最后顶着一张扭曲又阴沉的霸总脸来到我面前。你敢得罪我？我对着他伸出手，30万。叶晓的眉头深深皱了起来。你说什么？你自己说的一举2万块，现在不多不少刚好30万。堂堂叶总难道输不起？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叶晓身上，他感觉自己被人鄙视了。叶晓愤怒了，他咬牙切齿地说道：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当然知道了。我咧嘴一笑，我的手下败将。人群中有人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叶晓的脸色更难看了，他活了20几年，第2次被人这样羞辱。第1次是我报警害得他进警局喝茶，所有人都盯着叶晓看，话又是自己放出来的。叶晓这钱只能憋屈的拿了出来，算你狠，你给我等着。我喜滋滋的收了钱，完全把叶晓的话当成放屁。叶晓铁青着脸走后，立刻有不少人围到我身边。你得罪了叶总，他以后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小心一点。这个叶总心眼小又有权有势，你这2天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，实在不行回头跟他道歉服个软吧。我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而且价钱也是他自己开的，我是顺应他的条件上台的，他没道理对我怎么样。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。众人见我一副没见过社会险恶的样子，不由得摇头叹息。不久后，叶晓又回来了，他冷着脸走到我身边，用那副睥睨天下的目光看着我。你现在被俱乐部开除了，以后不用再来了。我双手环腰，一副完全不怕死的模样。这家俱乐部是你开的吗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呗。叶晓冷哼一声，一副高傲至极的表情。就凭叶晓2个字，只要我开口，看哪家俱乐部敢留你。这么嚣张的吗？一旁的教练忍不住要帮我说话，结果刚开口也遭了殃。叶晓一脸蔑视，你就是那个眼瞎招他进来的教练吗？你以后也不用来了。教练脸都绿了，我还是一副不怕死的表情，继续挑衅着叶晓。原来叶总这么输不起，输不起刚才就直说，我可以直接举手投降，大家还能省点时间。噗嗤，有人又忍不住笑了出声。叶晓的脸色阴沉的可怕，这个男人为什么敢3番4次的挑衅自己的威严？难不成是想要引起我的注意？想到这儿，叶晓摆出一副轻蔑的表情，你死心吧，我不会看上你这种粗俗不堪的男人的。看着他这副自恋狂人的表情，我忍不住给了他一个大逼斗，啪的声音响彻了整个俱乐部。你好大的胆！回应叶晓的是我又一记耳光。俱乐部里的众人一个个噤若寒蝉，没人敢吭声。看着叶晓被打，心中莫名有些幸灾乐祸。他们早就看叶晓不顺眼了，只是碍于他的权势不敢发声。如今有人敢直接在叶晓头上动土，看着真是大快人心啊！我打完人，心中痛快无比，然后顺手报了警。叶晓压根没注意我打电话的事，气得直接打电话通知保镖们过来撑场面。刷刷刷，一排保镖用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俱乐部里，把我围了起来，气势汹汹的。叶晓的眼神里充满了杀意，然后结果就是他又被带走了，理由是仗势欺人肆意闹事。最后一干人等都被带到局子里录口供。俱乐部里的人一个个都乖乖配合，静静的坐着等待问话。偏偏叶晓还是摆出一副嚣张气焰，说话的语气十分欠揍。这次就是他故意动手打人，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，判个1年半载的，否则我要跟你们的局长聊一聊什么叫做公正执法。看的警察都很想再打他一耳光。最后俱乐部其他人都走了，只剩下叶晓和我。警察问我，叶小姐的脸是你打的吗？我一副认错的表情，对，是我打的。叶晓立刻一拍桌子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你们还不把他关起来，还在这里废什么话？小心我投诉你！警察也怒了，用力一拍桌子，闭嘴，还没轮到你说话。叶晓更怒了，一个小小的职员敢对他发火，简直是在挑衅他的权威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信不信我明天就让你卷铺盖走人？最后叶晓因为不配合执法人员工作，还辱骂工作人员被关了起来，而我被教育了几句后就被放了。叶晓，我离开的时候还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2天好好反省，出来了好好改造，从头做人，别再仗势欺人了。毕竟你不能保证碰到的是铁锈还是铁板。叶晓气得脸都绿了。刚才录口供的时候，听到警察问我名字时，他才知道该死的处罚。叶晓被关在铁篮子里，气得一脚踢在水泥墙上，疼得瞬间龇牙咧嘴。因为这件事，我一下子成了俱乐部里的偶像，尤其是那些富二代二世祖们，现在看我的眼神简直在跟看神没什么区别。他们早就看叶晓不顺眼了，一点不顺心就要害得别人倾家荡产，真当整个事是他一个人的。还有人悄悄把叶晓被打的样子拍了下来，暗地里不停的转发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本地各个拳击俱乐部的成员们都有了。我发现的时候也要了一份，然后十分贴心的发给了楚成。楚成收到后立刻给叶晓打了电话，结果叶晓在铁栏里反思，哪能接电话呀？电话不通。楚成又去问楚氏夫妇，他们更是一问三不知，他们正在为公司的事而烦心呢，连去医院看楚成的次数都少了，哪里还顾得上叶晓？重点是他们公司的事都焦头烂额了，叶晓竟然没有出手帮他们摆平，这让楚氏夫妇对叶晓也有了些微词。楚成在哪都得不到正确的消息，又习惯性伤春悲秋起来。楚成连续哭了2天，哭到进了抢救室才惊动了楚氏夫妇和叶晓。叶晓刚从局子里出来，准备再动手对我进行打击报复，听到楚成伤心过度进了抢救室的事情，吓得连忙赶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好好的就晕倒了？不是用了进口的特效药吗？不是说病情已经稳定了，可以再坚持个1、2年等待肾源吗？主治医生给了叶晓一个建议，应该是得了抑郁症，建议你们找个心理医生开导一下。叶晓一听被吓得不轻，他的宝贝楚成竟然得了抑郁症，于是楚氏夫妇和叶晓又去找最好的心理医生。此时我正坐在俱乐部的角落里休息，顺便欣赏着叶晓被打的照片。这时系统阿莫开口说话了，主人，自从上次叶晓被打之后，他的女主光环掉了一半。闻言我认真的思考了起来，那是不是多打几次光环就会掉光，世界中心不再围绕男女主转，也能恢复正常秩序？阿莫反驳道，同样的办法不能总是用，而且上次掉光环主要还是他自己做，进了局里还不老实。我摆了摆手，就是开个玩笑，我是斯文人，不会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。我现在是俱乐部的重量级人物了，大老板今天亲自过来跟我交谈，下个月会有一场拳击赛，你如果想在拳击圈站稳脚跟，可以参加试试水。我第一反应是赢了有钱吗？冠军有10万块。闻言我眼睛一亮，我参加。转眼开学的时间到了，在叶晓的大方作死下，我已经有足够的钱交学费了。因为成绩好，还有网上那些消息，一开学我就备受老师的关照，也有不少同学关注我。我很淡定，有课的时候上课，没课的时候泡图书馆或找
找老师请教问题，晚上就去俱乐部认真训练，同时也让系统监控男女主那边的情况。男主果然是男主，在特效药的加持下，身体愣是一天天的好了起来，竟然都能回家养病了。自从楚成上次抑郁大哭了一场之后，叶晓给他请了心理医生，还是国外回来的颇有资质的心理医生。既然是和男主近距离接触的女配，心理医生自然是年轻漂亮的。他跟楚成聊了一会，就判定他得了轻度抑郁症，如果不加以干涉，迟早会变成重度抑郁症，到时候再治疗就麻烦了。这一下子让楚家和叶晓都紧张的不行，恨不得化身忠犬，24小时都陪在楚成身边。楚成在众人的关怀下一天天好了起来，整个人也开朗了不少，心情好了，连气色都好了许多。谢谢你邱医生，我感觉最近好了很多。楚成在别墅花园里面散步，身边还站着一名身穿干净白衬衫的女子，看着怎么都像是邻家大姐姐。她就是心理医生邱俊。邱俊的脸上满是温和的笑，仿佛光看他的表情就能治愈一切疾病。不用谢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邱医生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楚成有些为难的开口。邱俊露出些许苦笑，叫我邱俊就可以了，我们之间没有那么生疏，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就是了，我能做到的一定尽力去做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哥哥，我们一家子都是真心实意想让他回来，可是他好像对我们有偏见，总觉得我们要害他，每次都对我们暴力相加，我担心他。楚成没有说的那么明白，但是邱俊却自动脑补的明白了，你是怀疑他有心理方面的疾病，想要让我给他看看。楚成咬咬唇，有些歉意道，如果麻烦的话就算了，毕竟这是我的家事。邱俊一脸的关怀备至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没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，改天我就去找他聊聊，给他看看病情。谢谢你邱医生。邱俊嘴角露出一丝温和的笑，永远别对我说谢谢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，与你无关。这句话说完，空气都暧昧了许多。我从学校上完课回家，准备吃过晚饭就去俱乐部报道。今天养父母没有加班，早早就回家给我做好了晚饭。我还没进门就闻到了饭香，同时还有陌生人的气息。我推开门就看到简陋的出租屋里围坐着一群人，除了养父母，还有楚成、叶晓、邱俊。看到我回来，楚成第一个站起来，邱俊用和善的眼神轻飘飘地扫了我一眼，看似平淡但却暗藏冷意。而叶晓更不用说了，那眼神恨不得把我给抽筋扒皮挫骨扬灰。我一脸淡定，仿佛丝毫感受不到空气中的杀气。又要来个非法入室了。叶晓刚想还嘴，楚成先开口了，哥哥，我是楚成，我们还没正式见过面，但是我一直都在关注你，谢了。然而我并不稀罕你的关注，我开口就把楚成给堵了回去。楚成身为男主，哪里被人这样怼过，一时间噎了一下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楚凡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楚成一直惦记着你，拖着身体来看望你，你这什么态度？你们天天惦记我的腰子，还想我对你们什么态度？真当地球是围着你转的。叶晓也被怼了回去。有请下一位选手出场。你好，楚凡先生是吧？我叫邱俊，是楚成的朋友，今天来主要是跟你聊聊你身份的事情。我知道你对楚家人有误会，你算哪根葱？别人家的事情也要管。邱俊，我对这个名字实在太熟悉了，原剧情中我被关在楚家，楚成怀疑我心理有问题，给我找了心理医生，就是这个邱俊。刚开始他对我温柔体贴，让我忍不住对他敞开了心扉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，还把他当成逃离楚家的一根稻草。结果呢，邱俊心系楚成，在我面前表现得像个知心姐姐，还说要帮我，结果反手给我一个心理有问题的诊断报告，确定我是精神出了异常，有暴力倾向和反社会人格，需要严格控制起来。然后还把我计划写文章举报控诉楚家的事告诉了男女主。再然后，原主就被以失心疯的罪名给关在了小房间里，断绝一切通讯设备，除了吃喝睡什么都干不了。至于邱俊为什么费那么多功夫和原主交往，还不是因为楚成整天愁眉苦脸，说我不原谅他，这让他充满了愧疚和罪恶感。我一天不认他这个亲弟弟，他就一天睡不好觉等等。总之就是我拿了你的腰子，但我也是迫不得已的。我想要认你这个亲哥哥，对你这个亲哥哥好。你如果不肯跟我好好交流，就是在记恨我。我得不到原谅就会过意不去，就会伤心难过。此刻邱俊那张温和的脸庞，在我看来跟一坨狗屎没什么区别。楚成已经找到了匹配的肾源，只要时机成熟就能做手术，所以你完全不必怀疑他的真心。闻言，客厅内的众人都愣了一下，叶晓和楚成对望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我操，这狗女人为了能得到男主的青睐，竟然还正大光明的说谎。我一直监控着楚成那边的情况，有没有肾源我还会不清楚吗？邱俊继续一脸温和的浅笑，你要如何才能解气？你说出来，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做到。闻言，我猛地站起来，暗暗搓了搓手心，这是你说的。看到我这动作，叶晓心中莫名有种不好的感觉。邱俊没有察觉不对劲，点了点头道，只要楚先生开口，我一定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说完，我一巴掌打在了邱俊的脸上，直接把他给打懵了。我这人心情不痛快的时候最喜欢打人了，只要打一顿，我的心情就痛快了。如果一顿不够，那就2顿，总有心情舒畅的时候。我一边说一边继续扇，让你装斯文，让你利用职业的便利钓凯子，这就算了，还祸害受害者。邱俊猝不及防被打得脸疼，养父母开口想要阻止，可是看到我凶悍的样子，话又咽了回去。叶晓碍于之前被打的经历，加上情敌之间的私心，愣是一句话都没说。楚成倒是想要阻止，可是他身体弱，哪里阻止得了？我一个眼神就把他吓得双腿发软了。最后他只能把目光落在叶晓身上。阿晓，你帮帮邱俊吧。叶晓心中不快，面上更是无奈。邱小姐自己说了，只要能让你哥哥消气，什么事都能做。现在他正在牺牲自己为你说话，我如果阻止了，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？你不想让楚凡原谅你了吗？楚成听了叶晓的话，觉得有道理，于是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别过头去，不敢再看。我足足打了邱俊几10个耳光，直到手酸了才罢休。楚先生，你现在消气了吗？邱俊顶着一张猪头脸，还要摆出一副温和善良的样子，看得我辣眼睛，忍不住又给了他2巴掌。看到你这张猪头脸，我莫名又心情不好了。识相的赶紧滚，不然我打110告你们非法入室。叶晓一听到打110都有心理阴影了，连忙带着楚成走了。男女主都走了，邱俊哪里还能待得下去？走之前还用那种判死刑的目光看我。楚先生，你会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的。我的回应是对着他挥了挥沙包大的拳头。邱俊心头一紧，连忙低着头走了。凡，那个什么邱小姐，好像是挺有来头的人，你今天打了他会不会有事啊？那个人就是个神经病，没事跑来求别人打他，
你们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养父母虽然担心，但是也做不了什么，只能多交代我，让我小心着点，手机随时带在身上，遇到危险立刻报警。我认真的听着，连连答应。2天后，一封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病情报告到了我的手里，里边说我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和反社会人格，需要休学治疗。不用想我就知道是邱俊的手笔。教导主任一脸关切的看着我，如果你要起诉这个造谣生事的人，我们全力支持你。我现在可是学校的金饽饽，成绩好又谦虚好学，学校巴不得捧在手心里，结果还没开学之前被逼认亲，又被惦记腰子，现在还被人莫名指责是精神病，这把他们学校当啥了？我轻笑着摇了摇头，我会自己处理的，谢谢老师。我心中感谢老师的帮助，之后又去认真上课了。一直在等我被勒令休学的邱俊等了2天，等到的是我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大学生知识竞赛的消息。男女主那边的人都惊呆了，学校脑壳坏了吗？看来只能采取别的手段。于是在我代表学校参加知识竞赛的当天，关于我有严重心理问题的文章被发布到了网上，因为发布的人是邱俊，在心理学界颇有名气，所以一时间引起了不少同行的关注。这时候我所在的团队刚刚赢得了第1名，高考状元，又带着团队参加知识竞赛得了第1，同时还爆出有重大心理问题，一时间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。与此同时，我之前关于认亲风波和疑似被逼捐肾的消息，在水军的大力推动下，被生生理解成了楚家其实压根没有要我的肾，一切都是我精神出现问题，自己胡乱一想出来的。我有点麻了，还能这样？这届的网友们脑子秀逗了，不对，不是网友们智商不在线，而是金钱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，重金砸下去，一大堆的水军不停的带节奏，当然还有为了博眼球故意跟风的键盘侠们，所以一时间网络风向被水军带着走了。系统阿莫问道：“需要我做点什么吗？”我表现得很淡定，不用，随他去。虽然现在看起来我处于劣势，不过我并不在意。男女主这种脑残行为全靠光环在支撑，如此消耗下去，迟早要败光。晚上我照例去俱乐部打卡。前2天因为去参加知识竞赛没办法来俱乐部，今天一来立刻有几个人过来跟我搭话。陈少、张少最是殷勤：“凡哥，你怎么2天没来了？我真是想死你了。”我目光淡淡的扫了过去，是2天没被虐，所以想我了。张少、陈少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，2天没被我打，还真有点不习惯。张少想要和我多说说话，随意找话题。对了，现在网上流传有一个高考状元是个精神病患者，有暴力倾向，还有被害妄想症，对方还和你同名呢。我淡淡的戴上拳击手套，不只是名字巧合，我们还是同一个人。张少一拍大手，那还真是太巧了。陈少愣了一下，有些不确定的重复了一句：“你说你们是同一个人？”我已经戴好手套，走到沙包处开始练拳。张少和陈少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不可置信，然后2人又凑到我的身边继续叽叽喳喳。没想到你是高考状元，简直难以想象啊！我一直以为会打拳的人都是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蠢货。我一边打拳一边回答：“那是你，不是我。”张少连连点头：“对，是我，是我。凡哥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偶像了，我以后就跟你混了。”陈少也附和道：“凡哥不早就是我们的偶像了吗？”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目光落在他俩身上：“你们觉得网上关于我的传言怎么样？”张少和陈少立刻摇头：“那肯定是假的，凡哥怎么可能是精神病呢？我看写那篇帖子的人才是精神病，哪有人随便在网上耍几句专业术语就能评判别人是精神病的？瞎编谁不会吗？对了，凡哥，你要不要告对方诽谤啊？我们陈业公司里有厉害的律师，保证把对方告得裤衩都不剩。”听完2人说的话，我沉思了一下，也不打拳了，拿起手机坐到一旁刷了起来。网上已经开始出现理智的言论了，果然做法脑残，就算有金钱和光环的笼罩也撑不了多久。于是我叫出了系统阿莫：“阿莫，男女主的光环现在是不是又掉了一些？”岂止是一些，是掉的只剩下1/3了。我摸了摸下巴，这不是还有1/3吗？主人，你想干啥？我抬眸看向一旁的张少、陈少，你们刚刚说的那个律师收费是多少？接着我把邱俊给告了，理由是恶意诽谤、侵犯隐私。收到律师函的那一刻，邱俊的脑子有一瞬间的清醒，为什么会直接把我的心理情况分析发到网上？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心理医生该做的事情。可是事实就是如此，他竟然脑子抽风，不仅就这么干了，而且还沾沾自喜，觉得帮了楚成一个大忙。在邱俊自我怀疑的时候，就见楚成满脸自责的表情，都是我不好，如果不是为了帮我，你也不会被下律师函。哥哥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们是为了帮他，他竟然这么绝情，还找了律师。这不只是赔钱和关几天的问题了，而是影响到了邱俊以后的事业发展。有了这么大的污点，以后心理医生肯定是当不成了。邱俊被带走了，走的时候连半句安慰楚成的话都没有，这让楚成更加自责了。见状，楚氏夫妇和叶晓又是一阵安慰，又把错安到了我的身上。于是楚成很快又平复了心情，不过他还是请叶晓帮忙，至少别让邱俊坐牢。于是叶晓更忙了，本来公司的事情就没搞清楚，现在又多了邱俊这么个烂摊子，而且邱俊的事还和他们有一定关联，一时间公司的名声又掉了大半，各种流言蜚语四起。之前楚成和叶晓是不正当关系的谣言还没完全压下去，现在又多了三角恋的。最后邱俊被吊销心理学资格证，判刑1个月，还赔偿了我一大笔精神损失费。得到消息后，楚成更是哭得差点又进了医院，而我每天都在认真的练拳。1个月后，本地的拳击圈里举行了小范围的拳击赛，每个俱乐部各派出3个人参加比赛，我毫无意外的被推选出去参赛，然后又毫无意外的获得了冠军。因此区里面的拳击竞技协会关注到了我，立刻邀请我入会，并且推荐我去参加省里面的比赛。我没有拒绝。原主有2个心愿，是拥有强健的体魄以及过好自己的人生，这2项可以结合在一起完成。身份换了，我不再去拳击俱乐部，而是有了更专业的训练场所，还有专业的教练指导。只是这样一来，养父母那边就瞒不住了，他们知道我竟然是去打拳的事，差点没晕过去。还是协会的人做了好几天的思想工作才成功开解。每天我训练完回家都会被养母来来回回的仔细检查一番，看到我身上的淤青又是一阵心疼，同时又觉得骄傲，自己的儿子可是进了省协的。我每天过得满满当当，努力学习，努力训练，拳击水平一天天上涨，很快连训练我的教练都不是对手了。
另一边，楚成因为接二连三的不顺利，心情更加抑郁了。这次没有年轻漂亮的心理医生给他开导，叶晓和楚氏夫妇也忙得焦头烂额，自顾不暇，没人陪在他身边柔声安慰，他整天哭哭唧唧的，最后又进医院了。几千万的进口特效药打了水漂，一通检查过后，发现情况比之前更糟糕了。医生不得不下最后通牒，如果再没有肾源，楚成活不过半年了。另外，如果再不好好爱惜身体，把底子熬坏了，就算有肾源也经不住手术的消耗。这下把楚成给吓得不轻，愣是不敢再掉一滴眼泪，全都憋了回去。叶晓也急啊，找不到别的肾源，我那边又屡屡战败，希望就在眼前，却没办法下手。这种感觉让叶晓感到无比耻辱。两人在病房里又是一番生离死别的恩爱对话。最后，叶晓郑重宣布要在医院进行简单的结婚仪式。这番举动让楚氏夫妇和楚成又是感动得一塌糊涂，而且有人拍下订婚仪式发到了网上，男女主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被传开，一时间网上全是赞叹，连叶氏和楚氏的股票也回升了不少。而不久后，我接到了楚成发来的消息，他竟然邀请我去医院参加他的婚礼，我果断的拒绝，却没想到给自己招来了大麻烦。